们离婚之后，儿子的监护权归爸爸，女儿是归妈妈。有一天呢，妈妈她突击去探望，发现3岁的小儿子不但全身都是淤痕，还瘦成了皮包骨，被关在阳台，甚至他的双手手臂也绑着束带，疑似是被虐待了。曝光的搜证影片当中，有好几名托运人员动手把孩子塞进柜子里头，或是虐打脚底，直到家长站出来澄清，案件才曝光。但是园方一名夏姓主任强调是情绪失控，不是施暴，更引起民众的公愤。昨天晚间，大部分施暴的父母没有一定特定的精神障碍或者是心理障碍，而是有其他的因素让他的子女处于受虐的风险当中。因素有很多，那它的组合的特定的形态决定了孩子是否成为受虐的对象。我们对这些因素的探讨，发现其中有3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文化背景，第二个因素是父母本身的议题，第3个呢是孩子本身的一些状况跟特质。我们认为社会条件也可能会助长了施暴的风险，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家庭的经济的状况。如果家庭的经济的状况不足以提供整个家庭的开支，儿童受虐的情形就会可能发生了。因此，儿童受虐的情形在贫困的家庭当中较为普遍，因为经济的条件所带来的生活的压力，使得父母亲有可能这些压力的影响而对子女施暴，反而也没有机会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并且好好的照顾他的子女。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交隔离。社交隔离原来是指的一个人缺乏社交的关系，而跟其他的人比较少互动的情况。在这里呢，是指的这个家庭处在社交隔离的状态中。儿童受虐的情形在社交隔离的家庭当中有比较高的几率，因为跟其他的亲戚以及社区当中的邻居的关系可能都处于社交隔离的状态当中，使得家庭中的孩子在生活里头比较孤立，他们可能也没有足以保护他们的成年人。在家庭当中，父母对于照顾子女而言，可能有时候是缺席的，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以及应对生活压力的技巧，所以儿童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生活上面适应的困难。我们发现导致父母虐待子女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是虐待子女的父母过去可能也有受过虐待的经验，这项使得父母亲认为子女在儿童时间受到一些比较严厉的对待是正常的。受虐的情形并不是不可以避免，但是如果父母亲也有被施暴，就是受虐的经验的话，父母虐待子女的可能性也比较高。第二个是施暴的父母比较常使用没有效的育儿技巧，譬如说对孩子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当施暴的父母没有办法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常常认为这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当孩子的脾气比较暴躁，或者是孩子在疲倦的时候的烦躁，也让父母亲认为不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亲子互动的不愉快，而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这样子小孩子可能永远无法满足他父母的期待，而且呢，也常常认为父母亲对他的控制有所不合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脾气可能变得更不好，那么父母亲也更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
而产生的比较极端的管教行为，这样的几率也就提高了。第三呢，是发生在受虐情形的家庭当中，常常有夫妻之间对彼此不满意的情况，夫妻之间无法支持彼此，而造成婚姻的不和谐。婚姻上面的不和谐也使得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更加的紧张，父母亲很难努力的去付出，去抚养他们的孩子。我们发现受虐的孩子在暴力关系当中的情形，因为无意的行为而引起父母亲的施暴。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婴儿和学龄前的儿童比较大一点的学龄儿童更可能受到虐待。这也许是因为幼儿的行为的调节能力比较差，使得他们引发父母厌恶而遭到虐待的情形几率反而提高了。曾经有父母亲因为婴儿不断的哭泣而将婴儿摇晃致死，或者是受到严重的伤害的案例。由于幼儿更容易哭泣或者是发脾气失去控制，而这些行为比较容易激怒那些总是在安抚幼儿的父母，使这些父母觉得他们很疲惫，在疲惫的情况之下而做出一些严厉的管教行为，使得这些幼儿更可能成为受虐的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经常生病或者是先天有残疾症状的儿童也比较可能受到虐待。当孩子生病或者是残疾的时候，他们通常需要父母亲更多的注意跟照顾，或者是需要特殊的护理。这些条件可能都增加了家庭当中的压力，并且使儿童更容易面临受虐的风险。另外呢，继子女比亲生的孩子更容易受到虐待跟忽视。继父母对继子女投入的情感比较少，缺乏情感投入的亲子关系，也使得继子女更容易受到虐待。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父母亲和儿童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质，使得施虐的情形或者是受虐的情形的几率提高。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通常都不会导致虐待的情形发生。当文化当中鼓励体罚，父母缺乏跟孩子相处的技巧，以及孩子的行径经常令父母反感的时候，累加起来就比较有可能发生施虐的情形。我们在儿童跟青少年的行为当中做一点整理，发现比较容易有的儿童虐待行为，除了上述的这样子在家庭当中发生之外，我们也发现经常包括肢体的暴力、言语的暴力，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少数会看见的利用儿童及少年行乞，强迫儿童及少年婚嫁，剥夺或妨碍儿童及少年接受国民教育的机会，迫使或者是诱使儿童及青少年处于对其生命、身体容易发生立即危险及伤害的环境。这些呢，都是可能是儿童虐待所关切的行为。